一己之力复之，以扬我国体育运动之风采。用快乐和自由的方式解锁运动的无限可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花甲球队热血永存。铿锵玫瑰，永不放弃。中华民族体育之魂将薪火相传，强国之梦生生不息。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奋勇前行。90年前，当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奥运会的赛场，便决心不辱使命，捍卫国家尊严。1932年7月8日，刘长春只身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我是中国人，此次代表中国担当赴会，万里关山，必不辱使命。我们或许实弹，但绝不力保。此刻我们踏出的每一步，都代表了国家的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践踏。余愿以一己之力复之，以扬我国体育运动之风采。刘长春先生的远征，让中国人的身影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但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体育领域也不为世人所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体育开启了不断创造奇迹的历程。10年来，体育已经翻开了全新的篇章。从赛场出发，体育的力量更广泛地延伸到了全民的生活之中。这是1979冰球队，一支来自北京的老牌业余冰球队。不仅球队的资历老，球员们的平均年龄也都已过花甲。让人意外的是，这支花甲球队至今仍在冰球场上挥洒着自己的汗水。哎呦，都在这儿呢！我又迟到了。这个我们大师哥，这是最厉害的。今年已经60岁的梅春辉，是北京1979冰球队的队长。参与冰球运动40余年，也见证了中国冰球的发展和变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北京什刹海体校有过一个冰球班。1979年是冰球班代表北京市参加的最后一次全国比赛。这次比赛回来以后呢，冰球班解散了，大家青少年时期的冰球梦就此停止。到了2015年，我国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以后，大家的热情呢就一下被激发起来，这样大家呢就把这个队呢重新恢复了，作为我们新的一个起点，我们一个梦想的延续。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武大靖率先冲出弯道，冲过了终点。苏翊鸣一鸣惊人，齐广步加油！站住了！哇，漂亮！在北京冬奥会的带动下，冰雪运动点燃了全民热情。中国冰雪运动参与人口由不足5000万人增长至3.46亿人，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了来自冰雪的激情与快乐。这也让曾经抱憾离开冰场的老人们重新唤醒了心里的冰球梦。现如今，北京1979冰球队仍然保持着每周2次的训练频率，而这样的集体训练，他们已经坚持了7年。今天，一场团队自组赛事即将在这片冰场上拉开帷幕。因为这个冰球呢是个集体项目，1个礼拜能有2次，大家在这相聚，是个挺愉快的时光。我们每个队员真的都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在这里头，大多数人10几岁就在一块儿打球。那现在呢，我们就等于说延续这个梦想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带动大众，能更多人认识冰球，能参与到冰球的这个运动中去吧。也以我们的实际行动践行3亿人参与冰雪嘛。在冰球场上，时间似乎从来不曾流逝。从少年到花甲，1979的梦想还在，激情还在。这些冰球老男孩们正在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冰球运动的普及贡献着力量。大家呢，应该都是说想着能打多久打多久。我们还年轻的嘛，是不是？刚刚60出头嘛，只要喜欢，一切都不是问题。席军后卫，29号，60岁；刘福林边锋7号，62岁；王树军前锋80号，62岁；杨庆前锋6号，63岁；张洪亮后卫5号，64岁；吴礼后卫20号，65岁；许正后卫32号，65岁。10年间，随着中国体育的蓬勃发展，运动形式也更加多元。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背景下，除了传统运动项目之外，多种原本小众的运动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甚至成为了时尚和潮流。西安，这座历经1000年的古老城市，在鲜活的人间烟火里，依然保持了青春的脉动。有这样一群年轻人，正在用跑酷这项时尚极限运动，诠释着体育运动的活力。95后的谭玉琪是跑酷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女性成员。2014年，她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成立了原跑酷俱乐部，致力于跑酷运动的推广和发展。一开始我是不知道什么是跑酷的，因为我上的是体院嘛，会去参加一些体育活动。跟我一起学拳击的一个小伙伴呢，他就跟我说他在学跑酷，然后想要带我去试一下。我当时一直都想象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运动，所以我就去试试看，然后发现，哎，那确实是挺好玩的。
我们这一条比上一条好不少，这个角度很好，而且大家走得很齐啊。这可以。是吧？这个比刚才那条好多了。那这一条过了，接下来下一条我们去拍跑酷动作吧。好，走，可以。跑酷又被称作街头疾走，以生活场景作为运动场所，依靠运动者自身的体能和技巧来驾驭已知与未知的环境。作为一名拥有100万粉丝的跑酷达人，谭玉琪和伙伴们非常重视新媒体的线上宣传，通过视频普及及推广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准备好了吗？3、2、1，走！这可以。这可以哈，那我们就下一个。因为现在就是提起跑酷，我都能想象到，就是别人脑海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但其实跑酷是很多面的，它就像跑步、篮球、游泳一样，它是一项很普通的大众运动。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另外一个角度，让大家看到跑酷，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解读它。可以。好，那我们今天的拍摄动作就到这儿吧。可以，收工。好，吃饭，走。亲子拍摄，我找了明昭、小打这一对，然后还有米修和勇哥这一对，然后范阳给他们设计一下动作。没问题。李玉哲去对接一下，跟他们对一下时间，免得他们到时候忘了。哎，勇哥来了，米修来了 ，Hello， 等你们了，他们已经练了一圈了，对，练了一圈了。然后我跟你讲一下，一会儿我们拍摄就是，你先走。就是这2个道具哈，就是你们用你们之前学过的动作，你先走，然后米修在后面跟上 ，OK？ 好，来吧。下午的拍摄任务主要是针对室内学员的科普展示。谭玉琪和伙伴们用了几年的时间，让原跑酷运动训练馆落地西安，同时也把这项运动从线上兴趣推广拓展到了线下的专业普及。我自己就是一个从户外练出来的人，户外因为没有这种软的电子道具嘛，然后就是进步特别的慢。户外的话，夏天会很热，冬天会很冷。我们也想让更多他想学跑酷的人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可以从零开始的进阶学跑酷。米修、小打过来看视频啦！来看看你的，你这2个前滚翻和侧滚翻分得很清，特别好啊。第一个稍微有点没挺胸啊。好，上台有点犹豫，对。前滚翻，哎呀，前滚翻不够快啊，前滚翻得快一点。然后侧滚翻很 OK， 侧滚翻的时候头要在肩膀外面就更好。这个机长被我拍到了，我很开心。啊，行吧，你们再练会儿，再把刚才我说的2个动作再练。这个运动其实，在年龄上限制没有那么大。我今年都40多了，但是我觉得我练这个东西，也完全是能够适应。我为什么让孩子来学？其实也是因为说他们爱跑。那我觉得，与其他们这样跑来跑去，不如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刚好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可以陪伴他们。在中国，跑酷爱好者已经发展到10余万人。这个曾经非常小众的运动，现如今已被更多的人所接纳。在这样的体育文化发展氛围中，谭玉琪和伙伴们非常看好跑酷未来的发展。在他们的心里，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项有趣的健身运动中，就是跑酷人最幸福的事。杨凌远回敲，很耐心。再给身后冲过来了，就这样。 2022年2月6日，中国女足在亚洲杯决赛场上实现了逆转绝杀的奇迹，时隔16年，再次捧起了亚洲杯冠军奖杯。
作为守门员的赵丽娜，见证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巅峰时刻。还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就比较觉得不可思议。首先，我们都是先在逆风的情况下面，然后逆转了整个比赛嘛，所以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踢得非常的艰辛。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个亚洲杯的那个奖杯了，大家都看到的就是这个，只有冠军可以有个杯子。然后不知不觉自己感觉也已经拿到了很多奖牌了，这个觉得很欣慰。希望未来也可以再获得更多的奖牌。从7岁开始学习足球的那刻起，训练就成为赵丽娜此后20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否有比赛，她都风雨无阻。赛场上的赵丽娜是捍卫球门的最美门将，而赛场外的赵丽娜也开始尝试促进女足事业的另外一种方式。足球带给了我很多东西嘛，在我现在的状态下，我希望去反哺给足球很多东西。亚洲杯夺冠以后，借着民众对女足更多的关注，赵丽娜开始策划一档短视频节目《丽娜叨叨叨》，每期会邀请她的队友讨论网友们关心的足球话题。叨叨叨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青训的主题？我觉得青训不错，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前队友叫西丁英，他现在就在浦东那边带青训，带得非常的不错，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毕竟我也是目前还是属于一个运动员的状态，没有真正的去教过小朋友，正好可以拿取经。对对对，去学习一下。动起来啊，不要在那儿。史天佑也是一样，球。好的，守门员反而比球员颠得好啊。嗨，大家好，我是丽娜。我们正在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一些年轻的运动员呢？我们这一期丽娜叨叨叨，我就带大家看看她在足球场是怎么样来培养这些年轻的球员的。绿色一脚出球，绿色一脚出球，球给我。如果在这儿，你看他们如果已经到位了，往上一走，我在这儿不能传吗？这个球不也一样过去吗？我们现在的训练的内容方式方法，我觉得比以前要更加的有针对性啊，包括耐力跑也是一样，就或者是大场地的会多一点。我看你这嗓子都喊哑了，真不容易，对吧？我很多时候会站在场上面，因为其实比赛中你要发现问题。加油，4分20秒，加油加油！我策划这个节目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是一扇窗口，更多的人通过我这扇窗口去了解到很多平时没有机会去接触到的一些女足的球员。辛苦了，反正你就好好的做你的传播。拜拜拜拜拜拜，丁丁，拜拜。因为他其实作为一个现役球员，对这个青少年的发展那么的重视，其实对我们基层来说也是个推动，因为他可以通过他的一些传媒也好，他的影响力也好，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足球。正是出于对足球的挚爱，赵丽娜会利用一切机会去了解青训，了解足球的未来发展。在前往北京录制节目之余，她又来到了踢球者青训俱乐部。我看到好多小朋友都喜欢守门的，刚才谁在门里守门的？等一下，丽娜姐姐教你们几招好不好？挑战一下丽娜姐姐的门好不好？好！你们能不能进？非常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一个从事了20几年运动的一个大姐姐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就会觉得啊，我未来也想成为你这样的人，那我要好好踢球，这样的感觉会非常的直观。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赵丽娜在这里将会以教练的身份带领小球员们进行一场从训练到比赛的完整青训课。内脚背、外脚背的一个重心的变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传球之前抬头。动作训练结束之后，
正式的对抗赛即将开始。尽量先不失球，我们先把防守做好。你们2个中卫，好不好？1、2、3，结束加油！3、2、1，加油！加油了，对。红队指挥员 ，OK， 来准备。别好球！来看后边儿吧，后边儿吧。拉开接！漂亮，守门员，好球！过头射门，漂亮！如今，这方绿茵场成了赵丽娜推广足球、延续梦想的新赛场。我希望就是未来，让更多的年轻的小朋友们可以有机会主动去认识到足球、接触到足球，能建立一个足球的人口，让这个人群慢慢的增长开来。当我经过足球场的时候，足球场不要空着。这个球场上面都是有人在踢球。全民体育事业的蓬勃开展，象征着国家的生机与强盛。如今的中国人已经把体育精神从赛场带入到了日常生活。体育运动不仅是为了竞技胜负，更是一种面对挑战、磨练自我的生活方式。它正激励着国人为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而奋斗。刘长春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体育事业，于1983年与世长辞。如果他能打破光阴的枷锁，看到如今心中夙愿被一一实现的样子，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呢？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hampion Qiu Haifeng. 刘翔为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金牌！又是他第1个赛点，第1个金牌点，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1，苏炳添创造了历史。北京奥运会的生活点燃了，由1个人参加奥运会，到13亿人共同努力承办奥运会。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已经融入了民族的血脉。100年的坚持，终于迎来中华民族奥运之梦的灿然实现。中华民族体育之路将继续下去，中华民族体育之魂将薪火相传，强国之梦生生不息。绿水青山中邂逅，自信的笑容，刀枪我也真丰收。书声朗朗的问候，桃李传承着5000年的悠久。幸福中国，万家灯火，每一个窗口都有温暖感受。幸福中国，美好生活，人间处处都是笑语欢歌。
书写青春不朽，东荒月踏浪，黄河奔涌流，万里锦绣，风雨同舟，新时代的奋斗，立潮头显身手。